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在沙湾古镇啊，这条安宁中街也是这里的一条主要的街道，主要的商业街啊。这边呢，你看啊，有很多的古宅，当然都是后来又重新整个修缮过的一些房子。这边呢有一棵大榕树，相信呢也是村头的一棵大榕树。这边有很多当地的百姓呢闲坐聊天啊，开始有一些中国传统的小食工艺品售卖等等啊。眼前呢就有何世良艺术馆，边上呢还有一位院士啊。就有些上了年纪的当地人坐在这些台阶上啊，他们打发时间，安度晚年。正对面呢是一个村长茶居，相信呢会有广东的茶点啊。这边呢是沙湾古镇的东门，我们随便去走走。好。这边有个凉茶叫潘鬼凉茶，装修还是蛮好玩的。这有撞酱奶茶雪糕，13块钱一份。这边呢就沙湾广东音乐馆，应该节日期间是有演出的啊。门票40块钱一张。边上呢就有个戏台啊，就想象以前的人呢应该是蛮热衷于这些传统的文艺活动的，但是现在的人呢，第一不懂，第二恐怕也没这样的雅兴啊。牛奶皇后。好，来一下呢还是挺好玩的啊。看满街的这种穿着古代衣服的孩子啊。这个小镇呢，应该说也算是当地的一个网红地方了啊。有很多的咖啡店，可能也有很多民宿，更多的呢就是售卖各种传统食品、药材、纪念品的这种小店。现在呢又派生出一个很好的买卖，就是穿上古代人的衣服照相。墙上呢也画上一些像冰城那样的墙壁画。其实当地的很多的食品，这种小吃还是挺不错的。
几多啊？老干菜好看没？前阵子呢，在英国朋友住的 Seven Oaks 一个古镇，应该也是古镇啊，在那边流连了好几天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了中国番禺这边的小镇，应该更有年代感，更有历史的味道，风格不一样。哎，那个你吃完的。老远呢，我就听到了这种抽打剑骨头的鞭子声呢，就是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玩的这种会转的，我们称之为剑骨头的一个小玩意儿。这里呢，就是合适的一个大祠堂，叫刘根堂，非常有名啊，看上去真的非常开阔的一个大门啊，后面呢就是一个知名的中学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身后呢就是刘根堂和刘根堂前面的那个大祠堂，这边呢是一个广场，这里呢应该就是沙湾古镇的最中心的地段了，四周呢食肆林立，商店很多，对面呢就有人在抽打那种叫剑骨头的玩意。这个地方呢还残留着很多以前啊读书人留下来的一些碑刻等等。现在我们再来对着这个刘根堂啊看一看啊，这个刘根堂呢是应该岭南地区啊，我相信在全国也不多的一个私人宅邸，一个祠堂最宽的了，这么一个大堂的门廊啊，所以可以想象以前应该是人才辈出，子孙里面做官的有钱的不少。这边呢就是老百姓的一些房子啊，但大部分呢都用作了商业的用途，还有几棵开着花的树很漂亮。好，我们随意的去转转吧。外边有。
这里呢就是刘根堂了啊，其实就是和氏大宗祠。今天太阳很好啊，照在我的脸上啊。我背后呢就是刘根堂。刘根堂的后面啊，这个山上呢就是向贤中学，当地的一个名校。就骑着车在这边流连片刻，徜徉一番，就当过节一样的感觉。其实也快过年了啊，所以小孩子都放假了，所以家长们呢带着小孩出来到这边来玩一玩，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。你看对面这棵树啊，多漂亮！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树啊，开着粉色的花，很美。到了这边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树木都是开花的。春天的时候呢，这个花就更多了。但这边最让人赏心悦目或者最有历史感的树木呢，还是榕树。这边呢开了很多的餐馆啊，当地的美食。如果一家人过来呢，品尝一下美食，这边休闲一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的方式。下面呢是一个小湖，或者说是一个水塘啊。但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，这边应该会有很多莲花，但现在好像整治过了。这一片呢，都摆了很多的这种商铺、小店。所以，如果在这边的老百姓啊，这个祖祖辈辈在这边生活，非常习惯和享受这边的文化。同时，如果家族有遗留下来的几栋这种老宅啊，那我觉得在这边生活应该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骑出沙湾古镇这个牌坊了，然后呢，打算走一条新路回去。老百姓啊，尤其是像我这种退休的人呢，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觉得只要不打扰别人啊，自己身体荷包能够承受得了，就自己开心就好。看来今天停了不少车，所以今天的游客应该也不少。而且周围的这些空地啊，似乎也在整理之中啊。应该说环境呢，慢慢也在变好。
好，现在呢，我从这条福北路就开始往回骑行了。这条福北路呢应该是扩建而成的，最早时候呢是没有这条路的。左侧呢有个驾校啊，这附近有好多个驾校。就这边要考驾照呢，必须要经过驾校的学习，然后科目1、科目2、科目3的，应该要考好几次了。看来这条路呢还在修啊，就这边呢应该是一条大道，应该就是景观大道了吧。对面呢有一个冲边村啊，以前去过了。现在呢，我拐向平山冲一条大河边上去走一走。
看来这边的河冲也在整治啊。这边呢有一个番禺区万祥学校啊，应该就是职业学校吧。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万祥我就想到蓝翔了。一拐出来呢，左侧这条大河就平山冲了。其实这条应该已经是四桥水道了，但它跟平山冲是连在一块的。这个就是景观大桥啊。其实这条路就是景观大道，一直通到我们祈福新村的天湖居那边啊。就我在想，是不是就要从这座桥回去呢？先休息一下，喝口水。广东呢还是不一样啊，你看，在这样的一条河边啊，绿意盎然的。可现在呢是1月份啊，明天应该就12月份了吧。春节前夕啊，你可以看看啊，前方的景观大桥这个开阔的水面，我这个后面的这条四桥水道啊，或者叫平山冲，还是非常壮美，绿油油的，非常有生气，很不错的一处休闲地方。其实河的对面呢，有更好的骑行道、步行道啊，对，以前骑过好几回的。河边呢，总会有些人在那边垂钓啊。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志不在于啊，只是消磨时间，或者说利用这种安静时候呢，做一些人生的思考。我看一个人的鱼竿飘走了。
看来这桥下的路呢也马上就要搞完了啊。那我看到这个桥呢还是有个坡可以推车上去，那我们就在这边推车上桥吧。好，推着车就上了桥，这边来看看这条河，前方呢一直到石桥。在桥上啊，我们可以四周的来张望一下，就这边呢应该是青山绿水，虽然这个山不是很高啊，但是都是一些绿绿的山，感觉还是不错。好，现在呢骑下桥去啊。现在呢，我骑行在景观大道上啊，向着鱼山西路那边骑过去。那边呢有莲花大道啊，走过莲花大道呢，就到祈福新村了。
马路对面呢就是横江村，上次好像已经进到里面去过。看来这条景观大道啊，设计得非常的开阔啊，5条车道，来回就10车道啊。只是到了前面那段呢，就缩水了，变得很窄。但相信以后呢，应该也会拓宽的。现在呢，骑过了虞山西路啊，前面呢就接着
莲花大道了。这一段的莲花大道呢，应该是妥协的产物啊，完全就在山里面开出来的一条简易的道路。但是我还挺喜欢骑这条马路的，主要呢，因为它就在农村啊，一片田园之中，边上有很多老百姓的池塘，就是那种养鱼的水塘，而且种了很多的作物啊。即便是冬天，你看也有香蕉，也有番石榴，还有很多我也不知道名的一个作物啊，还有很多的金桔，那就是为了迎新年准备的。透过这种水塘啊，看到后面的山，山接着云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上次建了半天啊，这个右侧建筑物好像已经建完了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想必也是村委会啊，这些村民的活动场所之类的吧。骑在这样的山间小路啊，就感觉在公园里面没有太大区别，人又少，满目都是绿色，加上现在毕竟气温不是很高，骑行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。
哇，骑上了一个大坡，还行，还能骑得上来。前方啊，就是祈福新村的楼盘了。我给他那里转，我
好了，这条路走到头了，我要从左侧那个楼梯上去了。走路吗？啊。走到哪里呢？好，我现在已经进到祈福的天湖居了啊。一晃出去已经有1个半2个小时左右了吧，现在已经是4点多钟了。如果要是在北方啊，无论是加拿大还是英国呢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但这边呢还是亮堂着呢，所以正好趁着今天下午啊，天气转暖，但是骑这一半呢还是要脱衣服啊，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出汗的感觉，回去洗澡。这是我回来以后骑的最长的一次，估计得有20-30公里吧，但是呢感觉很爽的一种骑行的体验。放在纸箱里面一起放到烘焙柜。哇，我爬回来了。天湖居边上呢又开辟了一片新的住宅区啊，这边呢也有一个育民学校。说话之间呢，第2块电池告罄，现在我换了这块电池呢，还有一会儿功夫就可以到家了。感觉天呢暗了下来啊，前方呢有乌云密布，也许今天要下雨也不一定啊，所以趁着这2个小时啊外出骑行，赶上一个不下雨的天气，还是非常合适的一段骑行。
这种游戏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就是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 YouTube 上面放我的这种视频啊，真的观众不多，我能够理解，因为毕竟来讲呢，它不是一个介绍某个专题给大家带来娱乐或者是知识的一种视频，完全呢就是直抒胸臆啊，完全就是一种记日记的方式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，而且我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呢分享出来，给有缘人呢一起来做一些参考。最关键的呢，是我自己觉得乐在其中。虽然不是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，但就像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啊，个人生活只要对自己有益，其实也就有了大部分的意义了。大家观者有心啊，如果某一些部分能够让你有些感触，得到一些启发，那我觉得也就自然而然有了这样的一些作用了。我呢已经接近我的住所了，今天呢长距离的骑行，感觉也不怎么累了，很舒适的感觉。那我觉得主要还是骑行嘛，就是为了健身，看看风景，保持一定的活力，同时呢为了让自己的思考能够持续啊，让自己能够动动脑筋，也就会在路上呢随意的说一些，分享一些观感、感悟等等啊，只是给自己的骑行增加一些佐料啊，找一些乐趣而已。那今天的这2段骑行呢，就到此结束啊。我们下一段出行再见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